想开始做一个从零单拍开始如何画画的视频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说是教学，那也算不上。分享的也都是网上看来的一些资讯，还有一些自己总结的经验，也算是一些交流吧。因为看到国外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氛围了，但是我们这里好像没有，那就自己搞一个呗。也不知道能做多少期这类的视频，自己也不是一个很严谨的人，所以就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，但是还是希望能帮得到人啊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你有能力以后，你总想回到过去，帮助曾经那个弱小的自己。当然还是每期都会有的，要叠一下 buff。我的实力也没有很屌，也没打算把这个视频做成维基百科来跟你们科普，只是尽可能的把我的视角里的绘画说的通俗易懂一点。来分享给你们。首先想说的就是天赋树，我不懂我的受众群体是哪一些，就是有没有玩过游戏，还是有没有知道天赋树了？不管，不知道自己去查。反正我要说的就是要学习绘画，或者是音乐，或者是某项技能，其实都可以用这套逻辑来思考。我先来说一下，我觉得组成画面最主要的3个大板块：素描、比例，还有颜色。当然，这个是我认为啦，你们也可以认为你们喷我就是你们对，我就烂命一条。网上随便截了一个图，希望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素描是什么？素描就是3大面5大调，所有人画就是黑白关系。比例呢？它是比例，它也是比例，它们都是比例。在我这里，比例就比较模糊，就是抓形还有形状，不用剪，后面还有延伸，看我怎么瞎掰。至于颜色嘛，你只要不是色盲，你就能知道这是字面意思。怎么？你还想要我解释什么？难道这不是这3个里面最容易理解的吗？开玩笑的啦。OK， 现在天赋树相当于往下加属性点，然后就会有延伸，就好像属性点够了，你就会学到新的技能一样。素描也可以叫黑白关系，它延伸下来的东西就是前后关系，还有黑白取舍。当然还有其他的，但我一时之间只想到了这2个。你们有补充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，多交流交流。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找谁的图，就找了自己喜欢的画师的图。这张是软家大神的图，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不太好，但是我是抱着学习的心态，请软家大大的粉丝不要屌我。先来说前后关系，一般上越靠近镜头的物体，它的对比越强。那什么是对比呢？那什么又是对比越强呢？这是强对比，这是弱对比。在固有色都是同样的情况下，它们的素描关系还能不一样，那就是前后关系。至少这张图是它们的前后关系，前、中、后，这个样子就能看明白了吧？接下来的黑白取舍，这一张是钟凤华大大的图，拍晒。那什么是黑白取舍呢？其实人的肉眼在看很暗的东西的时候，会取舍一些信息。拿这一张图来举例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块它是完全没有细节，完全放掉了在暗部。这一整个裆部也是。不知道你们是否能理解？当你的素描基础和你的刻画水平都到了一个程度，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取舍，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也对结构能力要求很高。然后就是比例的延伸，人体比例还有透视。当然，大家如果还有想到其他的，也可以互相讨论。这个大大叫做0033，是我从 Crans 大大那里了解到的。就他在 PC 上面分享了很多人体比例还有人体的东西，很推荐学习。至于透视呢，那又是一个大话题。这里网上随便找了一些图，上面就有1点透视、2点透视、3点透视。我在这方面的能力也非常的一般，反正大概就是在不同情况下的视角，物体都会产生形变，然后把这些形变画准，那你的图就会有说服力，应该吧？我猜的。颜色冷暖对比721配色，冷暖对比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冷很冷，然后又很暖。在说什么屁话？这边就借用 Rhythm 大大的图，我不懂是不是这么念，还是叫雷杜姆。这一张的冷暖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不知道你们看得到没有？注意人物和背景，他做了一个冷暖的对比。如果这样还不理解的话，那么你看，这是只有冷色的图，这是只有暖色的图。靠，我这样子改别人的图，我真的会没事吗？然后再看回原图，这样就能理解冷暖对比了吧？然后一些小细节方面也是能做到这种冷暖的穿插，可以让画面非常的舒服，很 kimochi。至于这种颜色要怎么加呢？你的基础就要非常的扎实，一般也会有主观的加色，但这种是客观的，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它的裙子是红色的，然后白色的布本来就没有色彩倾向，那有没有可能它可以做一个反光，对吧？这样子画面就更多东西看了。往往细化并不是说往上加细节，而是想办法完善画面里可能会出现的因素。一张画你把光影啊、人体结构啊、构图啊什么东西都完善了之后，其实你的完成度肯定不会低了，应该吧？但这些都是题外话。然后这里的投影，它在边缘加了一些暖色，这样子又有一个冷暖的对比，整个画面就会很有看点。这个时候你再看这张图，是不是觉得更有意思了？
然后就到7:2:1配色，那这个就是7:2:1的配色。在说什么废话？虽然我也不是很懂这个东西。接下来就借用 Red 大大的图，它真的超屌，它真的超厉害啊！不管是颜色还是人体还是构图还是什么的，顶配。这一张是颜色比较收敛了，但是它的颜色比例刚好是7:2:1配色，不知道你们分辨得出吗？大致上就是这样，7:2:1，有一种念马票的感觉。反正就是主要色、次要色还有点缀色依次分配。当然这样观察的话，就黑白不算，只看颜色。但是这个大大的黑白分布也是真的绝了。那现在相当于你已经了解你的天赋树有哪些技能点可以加啊。当然这个加不是说你点一下它就有了，你还是要去练的，这相当于游戏里面练功的感觉。那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那就是转职。你玩游戏一般你都是人类出身，然后加点，你的加点倾向就会影响你后面的转职，对吧？除非你是哥布林，但我没说，开玩笑，我就是哥布林。哥布林也有转职的权利，为哥布林发声。那这边就稍微介绍一下转职的路线。如果你是素描的能力比较突出，然后比例及格，颜色及格，那大概率你可以转成写实，但也不是说谁都能成为软家啦，只是说我拿了一个天花板作为一个例子，就比较好理解嘛。但是有一些人他们会比较偏科，但是喜欢的并不是那个方向，也可以后天的去弥补自己的弱项。这些图只是一个例子，让你们比较好理解。那再来就是各项能力比较平均的，就是也没太偏科，就可能可以转成半写实伪厚图。可能啊，只是可能。这张也是 Ray 大大以前的图，很早以前。然后嘞，素描颜色及格，但是比例比较突出了，那就可以转成2次元平图。这是米35大大的图。那现在是不是对画画稍微有一点理解了？画画到底是什么？当然这些说的是电绘啦。啊，对了，还有那种隐藏职业。也不算隐藏职业吧，就是后期形成了个人风格。这是我在学院知道的一个马来西亚的大大。如果用我刚刚说的那些方法来理解，那它的比例属性点是点得非常高的。但还有这位出水大大，他是约定了梦幻岛的作者，他的透视构图比例形变就也是非常厉害，我就不一一说明了，你们也看得出他们的属性点是哪一些比较厉害。当然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归纳。这是离尘大大的图，就他们已经是一个很强的个人风格了，他们也会参考很多一些古典的油画，那些印象派啊什么这一类大大，他们作画的感觉就是感性大于理性的感觉，我也不清楚，反正就很屌。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对那种就是推荐画师的视频感兴趣？因为看过很多科普漫画家什么的，但是好像很少科普。也不是科普吧，就是插画家类型。然后说我自己的加点，我自己加点就非常的 raw， 这样就是什么都半桶水，什么都想玩，有写实的，也有伪厚图的，也有平面2D 的，什么的。但是自己的个人风格还不是很强烈。反正就说到这里吧。哇靠，我也是超屌啊，直接说了8分钟，可以说那么多东西。下一期的话，可能就是怎么用 PS 啊，什么之类的。如果还有下一期的话，自己有搞了个画画爱好者俱乐部的群，是 DC 的。有兴趣的可以看下面的资讯栏，我会放信息。虽然现在像个死城一样，没什么人说话，但是就就活跃起来吧，把这个氛围搞起来。马来西亚还是比较冷门的。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啦，希望能帮到你们 ，peace。